特斯拉 Bot Gen 3的另一个功能已获得埃隆·马斯克的确认。随着发布日期的临近，新一代擎天柱的蓝图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一次，我们将拥有一个具有惊人强大防水能力的擎天柱模型。这进一步证明了杰森·卡拉卡尼斯对擎天柱3的评价毫不夸张。我看到了擎天柱3，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没有人会记得特斯拉曾经生产过汽车。你认为擎天柱能够执行与水相关的任务，例如洗碗、浇花、冲洗食物，甚至给宠物洗澡，这怎么样？好吧，这听起来可能像是科幻小说，但考虑到特斯拉设计改进和新技术的泄露信息，这个想法是完全可行的。这很有可能在擎天柱投入实际使用之前成为一项标准功能。你知道，如果没有防水功能，它几乎会在大多数任务中失败。如果它在户外被雨淋到，可能会短路或停机。显然，将防水功能集成到擎天柱3中，不仅扩展了其应用范围，从工厂到户外环境，而且也强有力地表明了该版本的耐用性。那么，擎天柱将如何实现防水功能？为什么这个功能会彻底改变游戏规则？让我们深入探讨埃隆·马斯克的爆料。最近，埃隆·马斯克在 X 上被问及擎天柱的防水能力时，这位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透露，他将或多或少具备这项功能。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但这个简短而富有暗示性的回答立即在全球科技界引发了热烈讨论。现在许多人都在想，擎天柱将如何防水？它能洗碗吗？它会知道如何洗手吗？是的，有很多问题。此前，埃隆·马斯克曾多次表示，特斯拉的机器人可以完成人类要求他做的任何事情，包括他以前从未执行过的任务。据他介绍，用户不需要手动训练机器人，因为擎天柱能够自主学习并准确完成任务。然而，在现实中，即使是最简单的任务，也要求擎天柱具有高度耐用性，并能够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可靠运行。机器人不需要完全防水，但至少必须达到可靠的防水标准，才能在潮湿环境或恶劣天气如雨雪中运行。这正是擎天柱 2.5 的局限性。尽管其设计令人印象深刻，但由于许多执行器和关节仍然暴露在外，该版本仍然缺乏全面的防水能力。因此，特斯拉基本上被迫为擎天柱3重新设计了机器人。该版本具有保护性覆盖，几乎像是在全身穿上了一件雨衣，旨在实现更完整和耐用的设计。要了解为什么这个功能如此重要，我们需要直接审视特斯拉的目标，将擎天柱变成一个家用辅助机器人。在日常生活中，水几乎无处不在，水槽、浴室、水坑，或者仅仅是机器人在户外移动时的雨水，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但它们可能对复杂的电子机器构成严重风险。如果没有足够的防水能力，一个价值数万美元的机器人将被迫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操作，不断地避开水和湿气，这使得擎天柱很难以可靠和安全的方式处理家务。老实说，即使擎天柱真的定价2万美元，如果没有防水功能，它也几乎毫无用处。这就是为什么防水不是可选项，而是机器人长期在真实人类生活环境中运行的基本要求，而不是仅适用于演示或实验室环境。看看你所知道的一些最具标志性科技设备的发展。早期几代的 iPhone 完全怕水，但如今 IP68 评级已成为必备标准。对于像擎天柱这样复杂的机器人来说，这个挑战呈指数级增长。在其早期版本中，擎天柱完全暴露了其线路、电路板和执行器。除了让它看起来像一个研究项目外，如果哪怕一滴雨水落在上面，这些版本肯定会失效。然而，正如你在最新版本中看到的，擎天柱约 70% 的身体现在都被工程塑料和先进聚合物覆盖。这种设计不仅优化了重量，使机器人能够更灵活地移动并执行跳舞或慢跑等流畅动作，而且还形成了抵抗腐蚀的天然保护层。尽管如此，任何人形机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始终是其关节，尤其是其手部，那里集中了最敏感的电子元件。最近，擎天柱新一代具有22个自由度的手部图像，揭示了一项重大的机械突破。与早期版本暴露电缆和执行器不同，新手部似乎被一层无缝弹性体膜覆盖，就像一个保护手套。这种紧密密封的设计不仅提供了全面的防水功能，而且似乎还融入了抗菌保护层。当然，这仍然是猜测，但从根本上讲，当擎天柱被期望执行实际任务时，这是一项必要的安全措施。试想一下，一位家庭主妇看到一个机器人刚刚打扫完浴室或给宠物洗完澡，立即伸手去厨房处理食物，这真是太可怕了。埃隆·马斯克对擎天柱的愿景不仅在于它能做什么，还在于它能在哪里做。一个能够洗碗、浇花、拖地，甚至给宠物洗澡的机器人，需要一个近乎完美的机电系统。从工程角度来看，仅仅是手部的防水就占了整个机器人总工程量近一半。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手部是与水和清洁剂直接接触最多的部件。
特斯拉决定完全密封执行器，并将它们上移到前臂，不仅使手部更纤细，还为隔离和保护电子电路免受潮湿创造了空间。此外，擎天柱的动力系统很可能会继承特斯拉电动汽车产品线的专业知识，机器人的电池组可能会采用与特斯拉电动汽车中使用的密封结构类似的设计，几乎完全防止水渗入电池单元。这确保了即使在潮湿环境中运行，机器人的能源也能得到安全保护。这项功能还为户外操作带来了巨大的潜力。擎天柱可以在雪天运行，在小雨中携带物品，或者看守你的家，而无需担心天气。可靠性是任何大众市场技术产品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人愿意花一大笔钱购买一个机器人助手，然后却不得不在下雨时保护它，或者每次不小心接触到水时都要擦干它。通过在最终生产阶段优先考虑防水和抗菌保护，特斯拉证明它不仅仅是在制造一台模仿人类动作的机器，而是在创造一个能够真正存在并无缝适应人类生活环境的实体。防水功能还为用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降低了维护成本。水和湿气是氧化和短路的第一大敌人。一个密封严密的系统延长了内部机械部件的寿命，使擎天柱能够可靠运行多年，无需进行大修。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特斯拉的目标是将机器人的价格降至$20,000以下，与一辆低成本汽车相当，但具有更大的日常实用性。尽管这仅仅是擎天柱3的一个功能确认，但埃隆·马斯克关于其防水能力的评论实际上揭示了这款机器人未来有多么实用。虽然尚未进行实际测试，但特斯拉完善设计的方式表明，马斯克对此非常重视。在上周举行的2026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埃隆·马斯克对人形机器人的未来给出了迄今为止最清晰的展望，回答了全世界都在等待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特斯拉机器人？尽管他以过于乐观的时间表而闻名，但马斯克这次的言论指向了一个结构良好的策略。从在工厂进行严格测试开始，最终目标是让擎天柱成为每个家庭的伴侣。正如官方确认，特斯拉机器人 Gen 3将于本季度晚些时候推出，标志着其首个商业版本。目前，擎天柱正在特斯拉工厂内处理简单的任务，但马斯克相信，到2026年底，这些机器人将能够承担更复杂的任务。人形机器人技术将发展得非常快。我认为，我们确实有一些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在工厂里做简单的任务，除了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到今年年底，我认为他们将做更复杂的任务。然而，特斯拉不会立即向公众发布，而是在2026年全年内部部署擎天柱。这被视为一次大规模的真实世界测试，旨在收集有关环境感知和意外情况下的决策数据，直到2027年末，擎天柱才会正式向公众发布。到明年年底，我想我们会向公众销售人形机器人，届时我们有信心它将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非常高的安全性以及广泛的功能。马斯克解释说，将自主机器人引入人类生活环境比制造汽车困难得多，它需要近乎绝对的安全、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此外，大规模生产带来了重大挑战，因为 Gen 3中的大多数核心系统，从灵巧的手到 AI5 硬件都是全新的设计。马斯克演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并非关于生产力，而是关于擎天柱的人类角色。在人口迅速老龄化的背景下，马斯克将老年护理视为特斯拉机器人的必要且极具意义的应用。例如，擎天柱不仅可以协助行动或提醒服药，它还可以充当伴侣，帮助减轻孤独感，这是老年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如果你有一个机器人能够照顾和保护年迈的父母，我认为那会很棒，那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并且想要一个，因为谁不想要一个机器人？你知道，假设它非常安全，照顾你的孩子，照顾你的宠物。不止于此，马斯克认为每个家庭都会想拥有一台擎天柱来照顾孩子或宠物。机器人可以作为孩子的家庭教师，让父母安心，并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工作。他强调，这些家用机器人将由硬件级别的安全机制管理，确保人类始终拥有最终控制权。值得注意的是，埃隆·马斯克大胆预测，到2026年，人工智能可能超越人类智能；到2030年，它可能比全人类的智慧总和还要高。在这样的世界里，工作将成为一种选择，而非必须。然而，这一愿景并非没有争议。马斯克本人承认，他经常对时间表过于乐观，同时也警告了人工智能带来的真实风险。他告诫说，我们必须极其小心，不要让未来变成一部终结者电影。在结束谈话时，这位亿万富翁选择保持乐观，相信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届时人类足够明智，能够掌控自己创造的技术。最近，特斯拉也重新设定了 Cybercab 和 Optimus 的时间表，因为它正在内部构建关键技术。特斯拉的 Cybercab 机器人出租车和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代表了
该公司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2项赌注。因此，当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最近承认2026年初的生产将缓慢得令人痛苦时，批评声随之而来。对许多观察者来说，生产缓慢听起来像是目标未能实现或特斯拉内部的执行问题。然而，在特斯拉内部，情况却大相径庭。从外部看来像是延迟，实际上是深思熟虑的工程和制造决策的结果。这些选择是为了确保这些产品最终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生产。Cybercab 和 Optimus 并非特斯拉现有产品的演进，它们是完全从零开始构建的全新平台。正如马斯克解释的那样，对于 Cybertruck 和 Optimus， 几乎所有东西都是新的，所以早期生产速度会缓慢的令人痛苦，但最终会变得快得惊人。这种区别至关重要，但经常被新闻头条所忽略。特斯拉不仅仅是在完善一条生产线或迭代一个熟悉的汽车架构，它正在同时开发新硬件、新软件、新供应链和全新的制造流程。马斯克反复强调 ，Optimus 尤其是一个在工程设计，尤其是制造方面都很困难的问题。挑战不仅在于制造一个能工作的机器人，还在于制造一个能够可靠、经济且大规模生产的机器人。在 Optimus 开发早期，特斯拉遇到了一个根本性障碍，它所需的许多组件根本不存在所需质量、可靠性或规模。特斯拉没有等待供应商赶上来，而是做出了它在电池、电力、电子和制造自动化方面多次做出的决定。它选择在内部制造关键组件，这一选择不可避免地减缓了早期生产，但它为长期规模化奠定了基础。垂直整合使特斯拉能够控制设计、成本、可靠性和未来的生产速度。埃隆·马斯克本人也深入参与其中，甚至有好几个月每周6都投入到 AI5 芯片的工作中。他将这款芯片描述为特斯拉生死攸关的关键。这款芯片不仅对 Optimus 至关重要，对整个自动驾驶技术也至关重要。进展已经显而易见。Optimus 机器人正在特斯拉工厂内执行基本任务，预计到年底将实现更复杂的功能。2025年已开始小批量内部生产，而第3代 Optimus 的大规模生产目标是2026年。一旦特斯拉对可靠性和安全性感到满意，预计将于2027年向公众推出。Cybercab 面临着类似的现实，它专为完全自动驾驶而设计，没有方向盘或踏板，这意味着它不能依赖于当今汽车的渐进式改进，它需要一个专用平台。一个新的安全架构以及与监管机构的协调。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在2026年1月实现的。当时特斯拉开始在奥斯汀进行无人监督的机器人出租车测试，车内没有安全员，自动驾驶也受到硬件可用性的限制。虽然软件可以迅速改进，但全球先进 AI 和汽车级芯片的供应仍然紧张，影响着整个科技行业。特斯拉对内部 AI 硬件，包括 AIV 芯片的投资，旨在减少这种依赖。马斯克指出 ，AI5 将非常强大，并且规模化时具有成本效益。与此同时，完全自动驾驶技术继续快速发展，该系统频繁更新，并在部分城市进行有监督的机器人出租车测试。从有监督到无监督自动驾驶的转变并非营销手段，它是一个重大的工程和监管飞跃。马斯克已确认 Cybercab 生产线测试正在进行中，真正的生产爬坡将于2026年4月开始。评论家经常将特斯拉与 Waymo 等公司进行比较，但这种比较忽略了方法上的根本差异。Waymo 在严格绘制的地理围栏区域内运行，特斯拉正在追求一种基于视觉的系统，旨在无需预先地图即可在任何地方工作。这种方法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解决，但一旦实现，它将提供更大的可扩展性。马斯克之前分享的生产目标反映的是最终状态的雄心，而不是建立全新行业所面临的复杂现实。随着开发的推进，特斯拉选择放慢早期产量，以重新设计组件，提高可靠性，并将关键技术内部化。马斯克一直将生产描述为遵循 S 型曲线，最初由于新奇而缓慢，然后呈指数级加速，这对于特斯拉来说并不新鲜。Model 3的爬坡、4680电池项目，甚至早期的 Model S 生产都经历了类似阶段。最初的时间表让位于更深层的工程工作，这些工作后来实现了大规模生产。Cybercab 和 Optimus 的早期爬坡速度较慢，并不意味着计划的崩溃，它表明特斯拉选择在规模化之前正确的打好基础。当前目标显示 ，Cybercab 将于2026年实现大规模生产 ，Optimus 将于2027年向公众推出。最终，特斯拉并未将 Cybercab 和 Optimus 视为实验性的副项目，它将它们视为未来的核心产品，按照与其车辆相同的控制、可靠性和可扩展性水平进行工程设计。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但一旦完成，它就能实现特斯拉闻名于世的那种快速生产。擎天柱 Gen3 不仅仅是特斯拉机器人的下一个版本，它代表着我们思考机器、劳动力和日常生活的根本转变。
特斯拉首次没有将人形机器人作为受控演示或研究实验来展示，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旨在现实世界中独立运行的系统。完全自主是决定性的突破，也是擎天柱 Gen 3与之前所有版本区分开来的关键。如果特斯拉成功，其影响将是巨大的。一个能够自然行走、以人类水平的灵巧度操纵物体，从视频中学习新任务并工作数小时而不疲劳的机器人，将改变劳动的经济学。重复性、危险或仅仅是人类不希望做的任务，可以交给永不疲倦并通过共享学习不断改进的机器。这并非要取代人类，而是要将人类的时间和注意力从繁琐的事物中解放出来，用于创造力、决策和创新。与此同时，擎天柱 Gen 3迫使我们面对一些难题：我们如何安全地将自主人形机器人整合到家庭、工厂和医院中？当机器可以自行移动、观察和行动时，我们如何保护隐私、安全和信任？当生产力不再受人类耐力限制时，社会又将如何适应？埃隆·马斯克关于工作最终可能成为可选项的愿景，在今天听起来可能很激进，但自动驾驶汽车或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想法，在不久前也同样如此。擎天柱 Gen 3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这一愿景，但它明确指明了方向。最重要的是，人形机器人不再是科幻小说，它们正在成为物理世界中的产品、工人甚至伴侣。无论擎天柱 Gen 3最终成功还是失败，它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智能最终获得身体，人类必须决定如何与它共存的时代。那么，如果擎天柱价格合理，你会亲自购买或租用一台用于你的家庭或企业吗？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加入讨论。别忘了订阅，以获取更多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未来科技的深度分析。埃隆·马斯克刚刚开启了2026年最大的赌局。我们从未见过埃隆·马斯克对任何产品如此认真，或者像他对擎天柱机器人那样如此激进的投入。暂停生产并淘汰 Model S 和 Model X 生产线，只为将弗里蒙特工厂改造为机器人制造设施。这充分证明了特斯拉机器人 Gen 3将彻底改变公司。我们可能真的会忘记特斯拉曾经是一家电动汽车制造商。是的，特斯拉机器人 Gen 3将直接在弗里蒙特生产，最早将于本季度推出。我们可能会在几个月内推出擎天柱3，我认为它会令人相当惊讶。这是一个功能极其强大的机器人。埃隆·马斯克刚刚在 X 上确认，擎天柱4将在德克萨斯州以更高的产量制造。这意味着擎天柱 Gen 3还不是最先进的版本，尽管它将是人形机器人的第一个商业版本。最近还确认，特斯拉机器人的电池将由 LG 能源解决方案公司供应。擎天柱 Gen 3可以运行至少7小时，然后才需要充电。埃隆·马斯克自信地强调，擎天柱在保护和照顾你的年迈父母方面将令人惊叹。好吧，在他完全承担这些责任之前，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关于特斯拉机器人的最新信息。它真的值得炒作吗？用弗里蒙特的擎天柱100万台，每年100万台的生产线取代 SX 生产线。现在，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供应链，埃隆·马斯克最近在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Gen 3将于今年第4季度开始有意义的规模生产。特斯拉正在关闭弗里蒙特工厂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生产线。一旦这些生产线被移除，特斯拉将立即安装特斯拉机器人 Gen 3的生产线。当然，特斯拉不会制造擎天柱2或 2.5， 因为它们基本上只是用于测试和开发的原型。尽管特斯拉确实有一些资源可以从其电动汽车业务分享给擎天柱，但这些资源非常有限。擎天柱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制造的。你知道，特斯拉非常擅长制造电池，他们拥有大量的电动汽车电池资源，所以我们许多人认为他们可以自己为擎天柱生产电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擎天柱的电池已确认由 LG 能源解决方案公司供应。LG 的电池似乎比许多其他供应商的质量更高。他们提供3元电池，一种 NCM 电池，其能量密度高于中国竞争对手使用的 LFP 电池，这使得可以在更小、更轻的封装中存储更多能量。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现实是人形机器人需要巨大的电量来驱动数十个关节和进行人工智能计算，同时电池的安装空间非常有限，这使得高能量密度电池单元绝对至关重要。机器人在行走、保持平衡和执行精确手部动作时必须携带自己的电源，每增加一克重量都会增加关节电机的能耗，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即更重的电池需要更多的能量来移动，导致它们更快耗尽电量。是的，埃隆·马斯克早在去年就提到了擎天柱4和擎天柱5的发布。你知道，我们将推出擎天柱4，那将是1000万台；擎天柱5也许在1亿台之后。我的意思是，这真是太疯狂了。埃隆·马斯克计划推出约1000万台擎天柱 Gen 4，
而 Gen5 的产量可能达到惊人的1亿台。当然，这些说法自然会引起怀疑，尤其是在擎天柱 Gen3 甚至尚未发布的情况下。我非常有信心，我们将在弗里蒙特实现擎天柱3每年100万台的产量，而且这款擎天柱确实将是一款通用机器人，能够通过观察人类行为进行学习。所以你可以演示一个任务，或者口头描述一个任务，或者给他看一个任务，甚至给他看一个视频，他就能够完成那个任务。所以它将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机器人。在最近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埃隆·马斯克还概述了擎天柱 Gen3 卓越的功能和设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表示，他完全有信心在弗里蒙特工厂实现每年100万台的生产速度。这个数字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巩固了特斯拉在全球机器人竞赛中的领先地位。马斯克对擎天柱 Gen3 的愿景远远超出了仅仅协助制造的机器，相反，它被构想为一款通用机器人，具有通过观察人类行为进行学习的非凡能力。最重要的突破在于其多模态交互机制，用户可以物理演示任务，使用自然语言描述任务，或者简单的向机器人展示教学视频，使其能够将视觉信息自主转换为精确的物理动作序列。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能够自主学习和模仿人类的机器人，与需要软件工程师进行复杂、特定场景干预的传统编程方法相比，代表着巨大的飞跃。从设计角度来看，马斯克强调了极致优化，将擎天柱 Gen3 打造成一款模糊所有界限的机器人，其类人外观和身体比例如此逼真，如果不仔细观察，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人类。擎天柱 Gen3 是一个了不起的机器人，它确实很了不起。是的，它是一个了不起的机器人，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任何差异，基本上它看起来像人类，人们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人类。埃隆·马斯克坦诚地承认，目前特斯拉除了来自中国的玩家外，看不到任何真正的竞争对手。他指出了机器人行业面临的3个关键瓶颈，并强调只有特斯拉汇集了所有必要的要素才能完全克服它们。竞争对手未能与特斯拉匹敌的最大挑战是手部。马斯克明白，要使机器人真正通用，它必须具备接近人类水平的灵巧性。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多次强调手部的重要性，指出他们占据了团队总努力的1半以上。当竞争对手仍在努力进行粗糙的操作时，特斯拉已经成功开发出具有22个自由度的手部。第二个挑战是真实世界的人工智能，这正是特斯拉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地方。这要归功于其自动驾驶和完全自动驾驶系统生成的大量数据集。埃隆·马斯克承认，如果没有特斯拉的人工智能芯片，擎天柱将几乎毫无用处。你知道，这对特斯拉来说真的是生死攸关，因为如果你知道没有人工智能芯片，擎天柱就完全没用。机器人不能只在实验室中操作，它必须能够理解并在混乱、非结构化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运行。马斯克提到的通过观察学习的能力，是擎天柱能够自主适应的关键，而不是依赖僵硬的硬编码程序。最后，马斯克强调了制造的可扩展性。一个优秀的机器人如果成本属100万美元且产量有限，那是不够的。借鉴 Model 3生产地域的经验，特斯拉建立了高度自动化的超级工厂，将擎天柱引入能够每年生产数百万台的生产线，不仅可以优化成本，还可以将机器人转变为大众市场消费品。精密机械、深度学习 AI 大脑和大规模制造能力的结合，是特斯拉竞争对手仍然停滞不前的3个领域。你对这款机器人有什么期待？你会考虑为你的家庭或企业拥有一台擎天柱吗？请在下方留下你的评论。感谢观看。